一赚钱的本质是玩游戏，创业就是一场金钱游戏，但绝非简单的零和博弈。玩转这场游戏的关键在于创造价值，提升效率，扩大蛋糕的体量。我们要学会在产业链上下游寻找价格差，用低成本获取高价值资源。但低买高卖只是手段，而非目的。创业的终极目标是打造良性的商业生态，实现多方共赢。这需要创业者具备宏观视野和协调各方利益的智慧。创业如同一场接力赛，每一棒都至关重要。从识别问题到方案设计，再到落地执行，每一个环节都要一丝不苟，精益求精。创业者要像指挥家一样，协调管弦乐队的每一件乐器，最终奏响动人的乐章。这个过程会遇到很多难题，考验的正是创业者攻坚克难的意志。学会发现问题，分析问题，解决问题，我们才能玩转创业这场游戏。而这一切要从客户的痛点和需求出发，始终坚持客户至上，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。人生只需要碰对一次机会。混得好的人，首先假设所有人都是朋友，然后把有敌对行为的人剔除出去，所以混得好的人最后拉帮结派，势力庞大。混得好的人敢于尝试，机会就越来越多。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上当受骗，难免倒霉。人生很短暂，主要是看我们能够见识到多少事，能够见识到多少牛人。本质上，人最重要的是快速地知道一个赚钱的方法。人与人之间的生意规则变了，穷人怕风险，故而一辈子贫穷；富人无所谓，几千块、几万块当尝试一下了，如果对了就更富了，所以富人越来越富。错了，其实也无所谓，因为你本来一无所有，也损失不了什么。希望大家勇于尝试，不要怕被骗，被骗了又如何呢？我们都是在被骗、失败、挫折中成长的。牛人把被骗、失败、挫折当成稀松平常的事情，甚至喜欢这些事情。傻子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，他们尽量避免被骗、失败、挫折，于是他们也避免了成功。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逃避失败就是逃避成功。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，但我们对这个社会的不同解读，导致我们的经济地位千差万别。富人当然知道创业会失败，并不是说富人创业就肯定成功，其成功几率与穷人是一样的。富人是知道失败是成功的一部分，我们必须经历失败才能获得成功。就如同我们知道学走路就一定会摔跤，但我们依旧要去学，最终我们就会走路了。实际上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，只是大多数人根本不愿意面对失败，一直逃避失败。逃避失败就是逃避成功。成功的创业必须包括失败。年轻的时候就必须把生命全部献给工作。真正的创业者称其为专业的创业者，这样的人是为责任而做事的，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他们的使命，就是他们工作的全部。如果你不是富二代，不是官二代，年老时想过上有保障的生活，年轻时就必须把生命全部献给工作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做项目的态度就是拼命。创业是完全自由的，完全天马行空的，它是街头战斗，没有套路。你要应付的就是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创业最重要的本事就是解决各种各样你必须解决的，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的问题。如果创业的步骤书上都有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照猫画虎，那这个世界上就都是老板了。那么你非要问创业到底有没有招式？招式就是拼命，没有就是你豁出去了。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必须创业成功。无论如何，你都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你都要找到盈利的方法。创业成功几率大一点的人，就是那些非要成功，不成功绝对不罢休，就是那些为了创业成功拼命的人。一个人一旦愿意为创业拼命了，很多不会的技巧
他自然就会了。一个人一旦愿意拼命，他就不会给自己找借口了。一个不愿意拼命的人，总是习惯性给自己找借口，他很难成功。你当普通员工的时候，你可以找借口，但当你是一个创业者的时候，你找借口就没有用了。所以，你想把一个项目做好，做好一个企业，你最好拿出拼命的态度。6. 创业就是玩命。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创业者？有强烈的成功欲望，必须要出人头地。如果对赚2万1个月就满足了，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吃苦创业。一个人一旦成功欲望极其强烈，再苦再累他都没有感觉了，可以做到早上起床就工作，一直工作到晚上睡觉。真正的创业者就是10年如一日的工作。成功的创业者就算去度假，也是换个环境去工作。真正的创业者也根本不会羡慕别人去旅游，他会认为那是一件极其无聊的事情，心里只有工作。不信，你去看任正非，看宗庆后，看马化腾的工作日程，看看他们会不会去旅游。创业就是玩命，玩了命还要把钱分给别人，不然还没人跟你混。有时候创业者就是拿着自己的钱养活别人，你必须有受苦受累还分钱，分很多钱出去的心胸，才可以做一个合格的创业者。要认识到钱没有人才重要，但也绝不用钱养庸才，希望庸才变成人才是愚蠢的。也不要培养庸才，庸才是不可能变成人才的，他只会糊弄老板。记住，钱是用来养人才的，招聘人才的。7. 一般的人都会被自己的欲望吞没。赚钱是反人性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赚钱的原因。因为大部分人靠感觉活着，想睡觉就睡觉，想偷懒就偷懒，想玩游戏就玩游戏，想看电视剧就看电视剧。国庆节来了，就早早的准备去玩了。这样的思想与行为是永远不可能赚钱的。赚钱到底是怎么样呢？就是你必须严格要求自己，睡觉是为了工作，睡足了8小时，剩下的16小时就应该用来工作。吃饭也是为了工作，锻炼身体也是为了工作。你若是有这个心态，你就赚钱了。能赚钱的人就是不偷懒，还嫌时间不够用，把1分钟当2分钟用，也从来不想去玩，就算想也能控制自己，绝不给自己找借口去玩。一般的人都会被自己的欲望吞没，真正的牛人能够驾驭自己的欲望，拥有正确的行为，从而走向社会上层。8. 想要飞黄腾达，就要持续给自己下达正面的命令。一个人嘴巴里讲什么话，他就会做什么样的事情。语言本身就是对自己的命令，给自己的头脑下命令，给自己的潜意识下命令，自己的行为与身体才会按照自己的语言去行动。持续很重要，先学会给自己下达命令，把自己管理好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给别人下达命令了。听你话的人多了，你就成了团队领导，带着大家做正事，做赚钱的事情，你也就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企业家。一个人下达正面的命令，你与你的跟随者都会变得越来越正面，你也可以聚集到更多正面的人。一个人的语言就是一个人的命运，就是一个人的未来。9. 所有的胜利都是压倒性的投入。整个世界只有一个真理，如果你还能找出来第2个真理，那么就说明有一个真理错了。真理总是没什么味道，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咀嚼，也不喜欢听。道德经讲，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笑之。不孝不足以为道。这个世界总是下士多，上士最少，少得可怜，所以成功的人很少，而乌合之众甚多。这个世界大部分成功学，所有的阴谋论都是瞎扯淡。要说成功学，其实就4个字：滴水穿石。用《孙子兵法》来讲，所有的胜利都是压倒性的投入。在人生道路上，压倒性的投入就是投入时间，所谓10000小时定律。你在一个领域专注坚持投入10000小时，滴水穿石，就能成为世界级专家。成功只有一条路，比别人下的功夫深，比别人投入的时间多。除了滴水穿石，教其他成功方法的就是瞎扯淡。你若相信有窍门，就是一厢情愿；你若想动手试试窍门，就等着吃败仗。有人来给你讲窍门，他就是来骗你的。
不过这个社会相信窍门的人很多，所以卖窍门的也能发财。但最正确的成功学就是压倒性的投入时间、精力。雷军如此，迈克尔·杰克逊如此，比尔·盖茨也是如此。只要你压倒性的在一个领域投入精力，要不了3年时间，你就会发现很多赚钱的秘密。到时候不是没机会，而是发现机会太多。做事业就是求道，只有有信仰的人才能坚持到底，永不放弃，百折不挠。高手坚持有3个方法论：医学业上的坚持，每天都不断的读书、演讲、搞培训、做公司，从来没有停下。这个读书不是说你猛读几个月，读掉几十本，而是你每天翻几十页，坚持一生是一世。2、道德修养上的坚持，圈钱。道德修养上的坚持就是不做坏事，就是改掉过错，就是只拿自己应该拿的钱，不欠别人的钱。3、事业上的坚持。一个事业能成功，我们就要不计一切代价的投入，哪怕我们只有一口气在，我们就要投入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坚持的问题，是永不放弃的问题，是求道的精神。做事业就是求道，只有求道者才能成功，不求道的人都是宵小之徒，是废物，是不可用之才。借口非常多的废物是不适合做事业、打江山的。当然，废物亦有废物的用处，把废物放对位置了，就是有用之才。真正的领导者、创业者都是有信仰的，无信仰的人都是行尸走肉，都是有信仰的人的工具，他们的精神卑微。真正有信仰的人都是殉道者，能接受失败，失败了依然坚持。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的成功。11、不与失败者交往，不跟不锻炼身体的人做朋友。一个人体力差，精神就差，思维就差，就成不了事。跟成不了事的人在一起，我们就成不了事，就不能富贵。我们不但要做经济上的强者，也要做体力上的强者。不要和消极状态的人握手，不要看到不积极的人，因为你的双眼会吸收他身上的信息。人是模仿的产物，你会不知不觉地模仿你看到的一切。所以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能量是由高到低传递的，你与垃圾待在一起，你就会变成垃圾。明白的人就会去吸收别人的能量。命运的改变最快的途径就是花钱进入高级能量场。比较笨的人不喜欢花钱，因为钱就是他的命，他更加不可能花钱进入高级能量场了。高级能量场里都是富贵的人，你进去了过后就会自动模仿，你就自然而然的富贵了。人是自然而然的贫穷，也是自然而然的富贵，这就叫道法自然。你是道的显现。聪明人不是在世俗的嘴里活着的，他一定要自己去探索，想尽办法进入高级能量场所，进入富贵的圈子，那么自己就会快速的富贵。12、创业就是摸着石头过河。创业过程中要过一条又一条的河，都要自己摸着石头过河，因为别人修好的大桥不是给你过的桥，你得自己修一座桥。不过别人修得起桥，你不一定修得起；别人修不起，你不一定修不起。别人过得去，不等于你过得去；别人过不去，不等于你过不去。创业完全是一个探索行为，你看到的一切例子都毫无意义，你自己必须得根据自己的能力去摸着石头过河。13、一个拒绝思考的人会用天下最累的方式做事。创业者很多，有的人疲于奔命，养活自己都困难，有的人却成为市场的领导者，赚着非常丰厚的利润。真正想赚大钱的人，日日夜夜为客户着想，不仅做好客户要求做的事情，而且还创新，还做客户想都没想到的事情，然后不断地颠覆市场上其他的企业。服务能力也是用进废退的。少数聪明的老板对于如何满足客户的需求都勤于琢磨，思考需求的实质意义，再根据思考的结果去满足客户，去让客户获得惊喜。有前途的老板不仅能满足客户的基本需求，还经常去满足客户没有要求的需求。比如海底捞帮人美甲，帮人刷鞋子，这样就让客户有了意外的收获，同样也让海底捞有了意外的收获。回避思考的老板
你可以看到他勤勤恳恳，却一无是处。而勤于思考的老板，在同样的时间里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事业越做越大，获得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，最终成为2个不同世界的老板。一个拒绝思考的人，会用天下最累的方式做事，还不知自己的无知。14. 为什么说创业是件简单的事？创业本来就是件简单的事情，只需要不停地工作、思考，解决一个问题就行了。有工作能力的人都能够进行一个简单的创业。有些成功人士成天讲创业难，这导致了很多人晚创业好几年。创业首先不是好强，而是要认输，认输的人才能知道自己哪里行，哪里不行，从而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与缺点，以后就知道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，也就是扬长避短。能扬长避短的人就是优秀的老板、创业人、管理者。观念决定人生，年轻人可以做的行业，比如金融、投资、理财、外汇、基金、教育、健康医疗，以及能锻炼到做生意的技能、倒买倒卖的艺术等行当。我们只干那种随着年纪的增加，经验越丰富的，自己越值钱的工作。想要不被淘汰，就应该学习加锻炼，增加自己的竞争力。抱怨的人，其实就是在大声地告诉别人，我是个淘汰品，不适应这个社会。只有强者才能吸引强者，弱者只能吸引弱者。要给那些能给你带来价值的人分钱，当他没有带来价值的时候，就不要分钱给他。如果你发现就算你把手上的事情做到极致了，也赚不到钱，那么赶快换工作，一刻也不要等。15. 在一个领域每天思考3个小时，并且做10年笔记。首先得把精力与时间投入到一个你擅长的领域，接下来就是做笔记。不论你是做销售还是搞管理，当老板办企业，只要你在你那个领域不断地做笔记，不断地研究分析，每天都花3个小时去写。开始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写什么，你就强迫自己写点什么，这个过程会强迫你思考，你总是会有些结论的。慢慢的，很多问题都被你解决了。如果你能坚持这个动作3年，你就能成为这个特定领域的专家，一定有人买单，因为你的水平已经练出来了。假如你在这个领域做笔记超过10年，那么你就直接变成大师了，你会有行业影响力。只要你打算把你的思考与研究结果变成钱，你就能轻易在社会上把你这个特长变成钱。要强调的一点是，你只能在你擅长的领域当中选一个小点来做笔记研究。做这件事的时候，不可以换其他领域去研究，你必须专注在一个领域，才能成为大师。那些什么都想干的人，最终一事无成。而真正在世界历史上留下名号的，几乎就只有一项伟大的成就。只要你这样干了，你就能成为大师，光宗耀祖。16. 兴趣不是你做事的原因，而是结果。兴趣的产生来自于你的熟练度，所谓熟能生巧。你做一项工作，开始的时候花很大的功夫，不断地干，坚持到你的技能超越大多数人的时候，你才会产生兴趣。这个时候，你就会认为你擅长这门工作，而且你也愿意在别人面前表演这项技能。等到你真正超越别人的时候，就有同行来请教你。如果你也愿意教别人的话，你就会感觉到荣誉、尊重、快乐。由此进入了良性循环，你就会更认真地练习这门技能，然后你就会对这门技能更感兴趣。家庭条件好的小孩，在他们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在2-3年内教育出来了一项优秀的技能，这门技能超越了大多数同龄人，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门技能，由此就成了他的兴趣，然后他一生就靠这门兴趣赚钱、娶对象、做事业。这种情况当然要有好的父母，大部分贫穷家庭出身的孩子没有这个待遇，要靠在社会上摸爬滚打，自己有意识地去培养一项技能，然后练得超越常人，才能培养一个好兴趣。然而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么幸运，但如果你按照我讲的去做，你就会变得很幸运了。谈了兴趣，就谈做事的方法。任何方法与捷径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下功夫。你把平常的、你知道的方法都做好了过后，事情就会做得非常完美了。天下事本来就是简单的事，大多数人被社会的噪音搞迷糊了。回归本源，你想要的，你本来就能轻易做到。
兴趣是坚持做一项工作，当你的工作技能超越大多数人的时候自然产生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是否愿意下功夫。一切都是积累的结果，兴趣不是你做事的原因，而是结果。17只做能带来正面反馈的事情。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正向反馈机制。假如拼搏1个月，这个月的收入就水涨船高，这叫正向反馈。假如拼搏3个月，收入没有变化，甚至是倒退了，这叫负面反馈。受到正向反馈的人会越混越好，受到负面反馈的人会越混越差。在工作中，我们要避免把自己放到负面反馈的位置上去。比较自私的做法是，一件事情是个负面反馈的可能性比较大，就推给别人做，正向反馈的事情就自己做。这里面其实也隐藏了一个带团队的秘密。带团队就是要选择小目标，因为小目标容易达到。小目标达到了，团队成员就很开心，也会非常有信心，工作也会更加努力，因为这是一个正向反馈。而如果定一个大目标，或者定一个很长时间都不能完成的一个目标，大家就会慢慢失去信心，以至于不信任你。团队成员不信任你，觉得你没有本事的时候，这个团队就会非常的不好带。所以我们创业开始的时候，尽量找那些能快速出利润的项目来做。正向反馈会让你越来越有力，会让你越干越有干劲，会让你说话也越来越有分量。如果一开始就搞一个很长时间都出不了利润的项目，可能团队在一段时间过后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。18，真正的大英雄就是受到冷遇也毫不在乎。创业本就是一条逆流而上、与世俗为敌的道路，你我所坚信和追寻的，常常被世人所不理解，甚至受到冷遇和嘲笑。但真正的大英雄从来不在乎世俗的眼光，他们笃信自己的理想，以坚定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不断前行，即便受到冷遇也泰然处之，因为他们深知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的道理。这些创业英雄常常用自己的热情和真诚去感染他人，即便受到冷遇也不气馁。他们习惯性地用自己的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，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化解对方的成见和偏见。久而久之，对方也会被他们的魅力所折服。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只要持之以恒，冷屁股终会变热脸。无论是创业还是为人处事，这种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的胸怀和愈挫愈勇的斗志都至关重要。一个敢于承受冷遇、化解冷遇的人，必定也能成为出色的管理者和领导者，因为他足够强大，能包容不同声音，用人格魅力凝聚团队。这样的人定能成就一番不凡的事业。让我们以这些创业先贤为榜样，在创业路上披荆斩棘，即便受到冷遇也初心不改，矢志不渝。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终会得到认可，赢得尊重。因为优秀的格局和品行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